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2026年必追古裝大劇《蘭香如故》，宅鬥權謀大女主逆襲，譚松韻、劉學義強聯手，未播先火。如果要從2026年待播古裝劇中挑出一部未播就已經吊足觀眾胃口的潛力爆款，《蘭香如故》絕對榜上有名。光是劇名一出，就自帶一股古典雅致、幽蘭暗香的氛圍感，讓人忍不住聯想到深宅大院裡的暗流湧動與命運翻轉。這不是一部簡單的古偶甜寵劇，而是一部集宅鬥、權謀、懸疑、復仇與女性成長於一體的重磅古裝劇。從題材到班底，再到演員陣容，蘭香如故幾乎每一個環節都精準踩在觀眾的爽點上。近年來，古裝市場百花齊放，但真正能讓觀眾上頭的，依然離不開宅鬥與權謀這兩大核心元素。蘭香如故恰恰將這兩點融合得相當巧妙。故事以女主沈佳蘭的命運巨變為起點，一夕之間，家族慘遭滅門，她從名門千金跌入谷底，被迫以丫鬟的身份進入權貴雲集、暗潮洶湧的林府。在這裡，每一句話都暗藏試探，每一次示弱都可能是布局。宅鬥不再只是爭寵鬥嘴，而是與權謀、復仇、身份博弈層層交織，讓劇情始終保持高密度、高張力。更重要的是，這是一條清晰而完整的大女主成長線，從卑微隱忍的丫鬟到掌控局勢的女主人，從被動求生到主動反擊，從孤身一人到與愛人並肩。這種步步為營、逆風翻盤的爽感，對觀眾而言幾乎是致命吸引。一部劇想要真正出圈，離不開過硬的制作班底。蘭香如故在這一點上幾乎沒有短板。導演方面，由黃穎香、陳丹聯合執導，兩位導演在鏡頭語言、人物情緒把控以及敘事節奏方面都頗有經驗，尤其擅長拍攝情感細膩、節奏緊湊的作品。對於一部宅鬥權謀劇而言，這樣的導演配置無疑讓人安心。編劇團隊更是最大亮點之一，由桐華、蕭樓等實力編劇坐鎮。桐華的作品向來以人物立體、情感克制卻後勁十足著稱，而蕭樓在權謀與女性敘事方面同樣經驗豐富。兩種風格的融合，讓蘭香如故既有情感深度，又不失劇情張力。不少網友在得知編劇陣容後就直言，要不是魔改，這劇基本穩了一半。譚松韻真正的角色代入型女主，女主沈佳蘭由譚松韻飾演，這一選角從官宣開始就收穫了極高的好評。譚松韻的優勢在於情緒自然，不懸浮，演技細膩，共情力極強，極擅長演繹隱忍中爆發的角色。沈佳蘭這個人物本身就極具層次感，前期是謹慎低調、處處退讓的丫鬟，中期逐漸展露鋒芒，開始反擊，後期氣場全開，真正掌控命運。這樣的角色對演員的演技是極大考驗，而譚松韻恰恰是最擅長這種成長型人物的演員之一。不少網友評價，譚松韻演大女主不靠喊口號，全靠眼神和細節。雙引號，劉學義貴氣權謀男主天花板。男主林錦棋由劉學義出演，可以說是顏值、氣質與角色的高度貼合。林錦棋表面是林府的核心人物，溫潤持重，城府極深，實際上卻背負着家族責任與權力漩渦中的多重抉擇。劉學義一向擅長演繹複雜、多面、克制型男性角色，無論是權謀戲還是情感戲，都能精準拿捏分寸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與譚松韻的對手戲被不少路透評價為眼神有戲，站在一起就有故事感。雙引號，蘭香如故的感情線並非一見鍾情，
而是典型的敵對開局。沈佳蘭與林錦棋最初立場對立，互相試探，一個藏着血海深仇，一個身處權力核心。隨着真相逐漸浮出水面，兩人從利用、猜忌到理解、信任，最終攜手破局。這種慢熱型、勢均力敵的感情發展，不僅讓情感更加真實，也為劇情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戲劇張力。網友紛紛表示，比起工業糖精，這種並肩作戰的愛情才最帶感。雙引號。從目前曝光的殺青照與物料來看，蘭香如故整體風格偏向寫實與典雅，服化道克制高級，氛圍感十足。不少觀眾在看完物料後直接表示，這質感已經贏過一大半古裝劇了。雙引號。網友熱評和祝福合集。網友 A， 譚松韻終於又接到這種成長型大女主了，太適合她了，坐等開播。雙引號。網友 B， 劉學義的權謀角色從來沒讓人失望過，這次和譚松韻搭戲，期待值直接拉滿。雙引號。網友 C， 宅鬥加權謀加復仇，還是女性視角，這不爆都說不過去吧。雙引號。網友 D， 編劇是桐華，我已經自動給這劇加了3分濾鏡。雙引號。網友 E，祝蘭香如故2026年大爆特爆，平台收視口碑雙豐收。雙引號。網友 F， 希望這部劇能讓更多人看到真正的女性成長，而不是空喊女強。雙引號。6. 人物群像立體豐滿，配角線同樣精彩。除了男女主角之外，蘭香如故在配角塑造上同樣下足了功夫，這也是不少觀眾格外看重的一點。李夢飾演的角色被不少業內人士評價為亦正亦邪型人物代表。她在林府中身份不低，既是權力結構中的一環，又深陷情感與利益的拉扯之中。這個角色並非臉譜化反派，而是有野心、有軟肋、有掙扎的複雜女性形象。正和惠子在劇中的人物設定則更偏向於表面溫婉，內裡鋒利。她所代表的是深宅大院中另一種生存方式，不張揚，卻步步精準，極具現實意義。郭柯宇的加盟更是為整部劇增添了厚重感。他所飾演的長輩型角色被視為林府真正的定海神針，一言一行都可能左右局勢走向。這類角色一旦塑造成功，往往能成為觀眾心中的經典。不少網友在演員表曝光後就直言，蘭香如故的配角陣容比很多劇的主角都穩。雙引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蘭香如故雖然擁有爽文式逆襲的外殼，但內核卻並非簡單的金手指疊加。沈佳蘭的成長並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建立在一次次失敗、隱忍、權衡之上。她會猶豫，會犯錯，會恐懼，但從不放棄思考與選擇權。這種處理方式恰恰避免了近年來部分大女主劇容易出現的空洞問題。不是喊口號式獨立，而是在結構性壓迫中尋找破局之道。有觀眾評價得非常精準，這不是我最強的女主，而是我一步步走到這裡的女主。雙引號。從已釋出的物料來看，蘭香如故在視覺呈現上明顯走的是去浮誇、重質感路線，服裝色彩多以素雅、低飽和為主。隨着沈佳蘭身份的變化，服裝層次與用料也悄然升級，形成清晰的視覺敘事。場景設計方面，林府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富麗堂皇，而是更強調空間層級與壓迫感。回廊幽深，門第森嚴，恰好呼應宅鬥主題。不少網友感嘆，終於看到一部不靠金光閃閃撐場面的古裝劇了。雙引號。9. 市場前景分析，有望成為2026年古裝黑馬。從目前的綜合條件來看，蘭香如故具備以下幾大優勢：題材成熟但不老套，
編劇與導演班底穩定，主引路人員與粉絲基礎兼具，女性敘事符合當下審美趨勢。在2026年的古裝劇市場中，這類穩紮穩打型作品反而更容易形成口碑發酵效應，而非曇花一現。業內普遍認為，只要後期剪輯與節奏控制得當，《蘭香如故》完全具備衝擊平台年度重點項目的潛質。更多網友祝福與期待合集。網友 G 希望《蘭香如故》能成為譚松韻的又一人生角色，預祝開播即熱。雙引號。網友 H 劉學義真的很適合這種權謀男主，求別魔改，原汁原味就好。雙引號。網友 I 現在已經很久沒看到這麼扎實的宅鬥設定了，2026年就指着它了。雙引號。網友 J 祝蘭香如故收視長紅，口碑走穩，不要高開低走。雙引號。網友 K 希望這是那種能讓人一口氣追完不倍速的好劇。雙引號。網友 L 提前恭喜劇組，感覺是一部會慢慢被更多人看到的作品。雙引號。結尾升華。在流量至上、節奏越來越快的影視環境中，蘭香如故選擇了一條並不取巧卻足夠扎實的道路。它講的是復仇，卻不止於仇恨；它寫的是宅鬥，卻映照人性；它塑造的是女性逆襲，卻從不脫離現實邏輯。如果說2026年只能選一部古裝劇提前鎖定期待值，那麼蘭香如故值得被寫進那份清單。蘭香不懼風雨，終將如故盛放。結語：綜合題材、班底、演員與目前釋放的信息來看，蘭香如故無疑是2026年最值得期待的古裝劇之一。它不僅有爽點、有張力，更有厚度與情感沉澱。如果後續播出質量穩定，完全有潛力成為年度現象級作品。你期待譚松韻與劉學義的首次深度合作嗎？你更看重這部劇的宅鬥、權謀，還是情感線？歡迎一起期待蘭香如故的正式開播。